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准备一份好的 PowerPoint 演讲稿。PowerPoint 呢，就是我们俗称的 PPT。我相信大家在学习或者是工作的时候都准备过。那么，作为一个 PPT 的演讲稿，应该具备哪一些必须的要素呢？又有哪一些地方是我们经常忽视或者是做得不好的呢？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5点经验。第一点是，演讲的 PPT 上不应该放太多的文字。为什么？演讲的核心是谁？是你自己啊。演讲的内容是什么？是你要说的东西。如果你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放到 PPT 上，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然后你把这样的 PPT 展示出来，你觉得观众还有心情来听你说呢？他们肯定是没有心情来听你说的。那同时呢，他们会仔细的去看你的 PPT 吗？也不会。为什么？太枯燥了。你的整个 PPT 上全部都是文字，我相信没有人会想看的。那么怎么是最好的呢？你的 PPT 每一页上应该会要有核心的关键词，简单的句子来表达你这一页的 PPT 想传递给你的观众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呢，你有一些图片呢，或者是一些过场动画呢，也是 OK 的，减少你的文字，让观众、让你的听众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比如说，你的这一页 PPT 主要是想谈一下项目的进展，那么呢，你的这个 PPT 上呢，我希望你出现的是什么？就是一个进展图，一个时间线就可以了。如果你在 PPT 上写了密密麻麻的项目的进度情况，每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情，太复杂了，而且没有人会看。你要相信一点，就是你的 PPT 在展示到大屏幕上的时候，每个人的视力不一样的，那么就有可能他们看不清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同时呢，你又因为放了太多的文字在那里，他们可能也不会听你想要说什么，两者都是不好。所以记住我的第一点建议，在每一页 PPT 上尽量的减少要放的文字，只放自己简单的核心句子和关键词就够了。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每一页 PPT 的颜色一定要搭配正确。比如说你配一个红色和一个绿色在某一页的 PPT 上，你可以去看一下效果，它是没有任何美感的。比如说你配一个冷色和一个暖色的话，一定要注意看起来要让人舒服。你可以加强一些对比，比如说你用黑色的背景配白色的文字，可以突出你的文字效果。但是呢，不要让人感觉到这一页 PPT 特别的突兀，因为你要传递给你的观众的信息呢，就是来源于你这一页的 PPT， 所以颜色搭配很重要。再强调一点，千万不要弄一些奇怪的对比颜色来配你的 PPT， 比如红色和绿色，这个是一定要避免的。所以大家记住了， PPT 每一页的配色很重要。延续我刚才说的颜色搭配问题呢，这里我想再强调一点，就是你的 PPT 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主题颜色。也就是说你的 PPT 可能总共有20页，那么20页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同样的背景颜色，比如说黑色，比如说灰色，比如说蓝色，任何颜色都可以，或者就是白色。那么你的每一页 PPT 尽量都要向这个颜色靠，会给大家一种一致的感觉。你如果是第一页红色，第二页绿色，第三页黄色，除非是说你为了产品宣传要达到某种效果，除此之外，尽量避免用太多的颜色，否则会丧失你整个 PPT 的主题感。记住，每一个 PPT 的演讲稿都应该是要有一个主题颜色，有了主题颜色，大家才能做到过目不忘。我又提一个建议，就是
在你的 PPT 演讲稿，分成几个部分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颜色。比如说，你的第一部分是讲产品理念，有10页，你可以把颜色定为黑色；而你的第二个是讲产品的未来趋势，那么跟前面的主题已经有一些区别了，而你又想再一次抓住你的用户、你的观众的眼球，那你可能可以把第二个改成蓝色。这样的话呢，那么客户他可以感觉到这个变动，他就会追随你的脚步，继续听你的演讲了。我经常听朋友或者是团队里的人说这个做演讲的时候，经常记不住东西，所以不得不把很多文字把很多细节都放到 PPT 上，给自己一种安全感。那我要说的是，其实你可以想别的方式来记住你所要表达的东西。怎么记住呢？第一点是，你可以用 PowerPoint 里头自带的一个 Note 功能，写一些关键的句子在里面，然后写一些步骤，你要怎么去表达。当你写这些东西呢，尽量的回忆你在演讲的时候应该怎么说，可以达到一定效果。第二个呢，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些演练，可以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甚至于跟你的同事做多次的演练。通过演练，一定可以让你的 presentation， 让你的演讲的效果上一个层次。所以千万不要把文字放到上面以达到效果，想别的方法，甚至你可以用一张白纸记录一些东西，这都是可以的。我们想要达到的最后效果肯定就是脱稿。如果你演讲做得多我相信你肯定能找到其中的诀窍，那么不久的将来你就会脱稿了。任何事情都不是简单的，所以不要相信某些人说的我做这个演讲我就是天生就可以其实不是的，背后肯定做了很多的努力，也有很多的艰辛，一定要不断的尝试，不断的让自己突破演讲的局限，那么你的演讲会越做越好。最后一点呢，我想跟大家说，就是PowerPoint、PPT 也不是唯一的可以作为演讲的工具。网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比如说 Prezi， 这也是一个免费的工具。你可以呢，把你想要present 想要演讲的东西呢，通过这个工具来表达。它有很多 PowerPoint 的特性，它也有很多 PowerPoint 达不到的东西。工具再多，最重要的还是你演讲人本身。不要做太多的炫技，不要用太多的这种转场动画，有的时候可能会给观众、给你的听众造成一些不适。专注的还是你要表达的内容。在你做演讲之前，一定要想好你要传递给你的观众是什么信息，再开始写你的演讲稿，这是最重要的。每次想到的东西都应该是 why， 然后再是 how， 最后是 what。 什么叫 why 呢？就是你想到为什么你要做这个 PowerPoint， 做这个 PPT， 做这个 presentation 给你的观众，你要达到什么目的。那么 how 呢，就是说你怎么组织你的 PPT， 你的整个演讲的过程，以达到你之前想的 why。 what 呢是最后一步。 what 要说明的就是你在每一页 PPT 里头该写些什么东西。所以这3步我相信能让你的 PPT 做得越来越好。一定不要相信工具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定是你演讲内容本身和你的演讲人。希望今天的点子能够帮到你将来的 PowerPoint、PPT 的演讲。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